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大陆女生隐瞒了自己的离婚经历，跑到台湾来相亲的事件。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年底我认识了一位叫小雨的姑娘，她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我，说自己是江浙一带的白领，30岁出头，在金融行业工作，年薪40多万人民币。小雨长得挺标致，身材也保持得不错，是那种很精致的江南女子。她告诉我自己一直单身，工作太忙没时间谈恋爱，现在想认真找个对象，但是对大陆的男生不太满意，想试试台湾男生。丽姐，我听说台湾男生比较温柔体贴，对女生也更尊重，不像大陆有些男生大男子主义严重。我想找个能懂我、尊重我的伴侣。小雨在视频通话中诚恳地对我说。我当时心里就犯嘀咕了，虽然确实有不少大陆女生想找台湾男生，但通常都是慕名台剧中那种温柔体贴的男生形象，或者是听说台湾女权意识更强，男生更尊重女生。不过小雨给我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但既然是朋友介绍来的客户，我也不好多问太多。加上小雨条件确实不错，我就接下了这个单子，开始帮他在台湾物色合适的对象。这里必须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台湾和大陆在相亲市场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台湾社会整体比较发达，生活节奏也没有大陆一线城市那么快，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更加开放包容。大陆这边常说的30而立、剩女这些概念，在台湾并没有那么强烈。台湾年轻人普遍晚婚，30-40岁才结婚的大有人在，社会也不会给他们太大压力。其次，台湾男生确实整体比较温柔细致，但同时也比较慢热，不像大陆男生那么直接。大陆女生如果习惯了大陆男生那种追求的方式，可能会觉得台湾男生不够主动，甚至误以为对方不够喜欢自己。再者，台湾的经济状况跟大陆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很多大陆人以为台湾经济不行，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比大陆高很多，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很不错。虽然年轻人也面临房价高、薪资增长慢的问题，但整体经济状况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穷。相反，台湾社会更加成熟，贫富差距比大陆小，中产阶级比例大，民众的幸福感普遍较高。了解这些背景后，我开始帮小雨物色对象。考虑到他的条件和要求，我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台北工作的科技公司主管阿杰。阿杰35岁，身高178，有稳定工作，年收入在新台币200万左右，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家境不错，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为人也很稳重踏实。最重要的是，阿杰有过大陆女友，对大陆女生没有偏见，还挺欣赏大陆女生的独立自强。双方看了资料后都觉得不错，就约定视频见面。第一次视频聊天，两人感觉还挺投缘的。小雨温柔大方，阿杰也表现得绅士有礼，交流很愉快。视频结束后，两人都给了对方好评，愿意继续了解。就这样，两人开始了网上交流。因为疫情后两岸交流更便利了，小雨很快就安排了去台湾的行程。说是既旅游又能见见阿杰，我当时还挺为他高兴的，觉得这对还挺有戏。小雨到台湾后，阿杰全程陪同，带他游览了台北、台中、高雄等地，两人相处融洽。阿杰还特意带小雨见了自己的好友们，朋友们对小雨的印象也不错。小雨回来后跟我反馈说，阿杰真的很绅士，也很细心，完全符合他对伴侣的期待。而阿杰那边也表示很满意，觉得小雨知书达理，谈吐不凡，两人价值观也比较一致。看起来这对璧人要修成正果了，我当时还挺为自己的红娘能力感到骄傲的。然而事情在第5次约会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那天阿杰和小雨一起去参加阿杰大学同学的聚会，席间有位同学看到小雨觉得眼熟，仔细一想，原来是几年前在上海出差时通过朋友认识的一位已婚女士。那位同学很确定小雨当时是已婚身份，还见过她和她前夫一起出席活动。这位同学私下把阿杰拉到一边，把这事告诉了他，阿杰当场就懵了。小雨之前明确表示自己一直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
这明显是个重大的隐瞒。阿杰是个比较传统的人，虽然他不介意对方有过感情经历，但对方刻意隐瞒婚史，这在诚信问题上是个大忌。晚宴结束后，阿杰把小雨单独约出来，直接问他是否结过婚。小雨先是否认，但在阿杰提出有人认出他后，他才承认自己确实离过婚，而且不是简单的离婚，是因为前夫出轨她闺蜜，导致婚姻破裂。她解释说自己是怕这段经历会影响相亲，才隐瞒不报。我真的很喜欢你，怕你知道我离过婚就不要我了。小雨含着泪说。阿杰当时没说什么，只是说需要时间思考。回到住处后，阿杰马上给我打电话，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问我是否知情。我当然也是第一次听说，感到非常震惊，也对小雨的隐瞒感到失望。我向阿杰道歉，表示会和小雨严肃谈一谈。第二天我联系了小雨，她这才向我坦白了一切。原来她27岁就结婚了，婚后不久发现丈夫和自己闺蜜有染，经过1年多的纠结，最终选择离婚。离婚后，她在大陆相亲市场遭遇了不少歧视，很多条件不错的男生一听说她离过婚就直接拒绝了，这让她非常受伤，也让她对在大陆找对象失去了信心。丽姐，你不知道，在大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有多难找对象，特别是像我这种没有孩子的，男方家里总觉得我有问题，要么是性格有缺陷，要么是身体有毛病。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眼光了，才想到去台湾试试。小雨哭着对我说。我能理解小雨的苦衷，但隐瞒婚史这种做法确实不对。诚信是感情最基本的基础，无论在哪里相亲都一样。我告诉小雨，台湾社会虽然对离婚的看法比大陆开明一些，但对诚信的要求却是一样的，甚至更高。台湾人普遍比较直率，也更注重真诚与信任。那现在怎么办？阿杰会不会就此不理我了？小雨担忧地问。我实话实说，我不知道，这要看阿杰对这件事的态度。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主动跟他道歉，坦诚你的想法和感受，也许还有转机。小雨听从了我的建议，给阿杰发了一条长长的道歉信息，坦诚了自己隐瞒的原因，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后果。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阿杰的反应出乎意料。第二天，阿杰约小雨见面，两人在一家安静的咖啡厅坐下。阿杰开门见山地说，我思考了一整晚，我确实对你隐瞒婚史这件事感到失望和背叛。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换作我是一个在大陆离过婚的男人，面对那样的社会环境和偏见，也许我也会有隐瞒的冲动。阿杰继续说道，在台湾，离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有几个朋友都离过婚，现在都过得很好。我更在意的是一个人的品格和我们之间的相处。这几次约会下来，我感觉我们很合拍，我也很喜欢你的个性。所以我决定给我们一个机会，从零开始，但前提是今后不能再有任何隐瞒。小雨听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得当场流下了眼泪。真的吗？你不介意我离过婚？我当然介意你隐瞒事实，但我不介意你的婚史。每个人都有过去，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面对未来。阿杰温柔而坚定地回答。这一刻，小雨才真正理解了台湾与大陆婚恋观念的差异。在大陆，离婚，尤其是女性离婚，往往被贴上各种负面标签。而在台湾，人们更看重的是个人品格和相处方式，对婚史的看法也更为开明。接下来的日子，小雨在台湾多停留了1周，和阿杰重新建立了更加坦诚的关系。他向阿杰讲述了自己婚姻失败的经历，以及离婚后在相亲市场遭遇的种种困境。阿杰也很理解，并分享了自己身边朋友离婚后重获幸福的例子，让小雨看到了希望。离开台湾前，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约定小雨3个月后再来台湾，两人好好相处，看看是否适合进一步发展。人呐，真是太奇妙了。本以为隐瞒婚史被发现会是一场灾难，结果却成了两人感情升温的契机。当然，这也跟阿杰的开明态度分不开。台湾社会整体对离婚的接受度确实比大陆高，这与台湾更发达的经济、更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更成熟的婚恋观念都有关系。回到大陆后，小雨第一时间联系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我。我虽然为他高兴，但还是忍不住语重心长地提醒他，
小雨啊，这次你运气好，碰到了阿杰这样通情达理的人。但隐瞒这种事情真的不可取，搞不好会前功尽弃。丽姐，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小雨认真地表示，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真的体会到了诚信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小雨和阿杰保持着每天视频通话的习惯。不得不说，台湾男生在恋爱中的表现确实和大陆男生有些不同。阿杰非常细心，会记住小雨提过的每一个小细节，比如他喜欢什么颜色，讨厌什么食物，甚至连他经期的日子都会记在心里，提前问候他身体状况。小雨曾笑着告诉我，丽姐，昨天我随口说了一句工作压力大，肩膀酸，结果今天阿杰快递给我一个肩颈按摩仪，还附了张便条，上面写着希望能帮你缓解疲劳，工作辛苦了。这种体贴真的让我特别感动。而阿杰也经常向小雨了解大陆的生活和文化，有时候两人也会因为文化差异产生一些小摩擦。比如有一次，阿杰发现小雨在朋友圈里经常晒些奢侈品，就直接问他，你是不是很在意物质条件？小雨当时就有点不高兴，觉得阿杰是在质疑他的价值观。后来经过沟通才发现，原来在台湾，特别是阿杰所处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过分展示物质生活确实容易被视为虚荣，而在大陆，尤其是小雨所在的金融圈，晒奢侈品、晒旅行几乎是社交的一部分，并不被视为什么问题。理解了这层差异后，小雨调整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习惯，而阿杰也更包容地看待两岸文化的不同。这种相互理解和包容，让他们的感情日渐稳固。3个月后，小雨如约再次飞往台湾。这一次，阿杰带他回家见了父母。台湾的长辈比小雨想象中更和蔼可亲。阿杰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见多识广，对大陆也没有偏见。当阿杰提前告诉父母小雨离过婚时，他们的反应也很平静，只是关心小雨的性格和为人如何。我儿子都35了，我们早就不在乎他找什么样的对象了，只要他自己喜欢，对方是个好人就行。阿杰的妈妈私下对小雨这样说，这让小雨十分感动。在台湾待了2周后，小雨和阿杰决定进一步确定关系。阿杰提出可以考虑先在台湾领证，等手续都办好后，再去大陆见小雨的父母举办婚礼。小雨听了很是惊喜，但同时也有些担忧。我父母比较传统，知道你是台湾人，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顾虑，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隐瞒婚史的事情，如果告诉他们，不知道会不会生气。阿杰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先让他们了解我这个人，等他们接受我了，其他事情就好说了。至于你的婚史，这是你的隐私，什么时候告诉父母，由你自己决定。阿杰的体贴和尊重，让小雨更加确定他就是自己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回大陆前，他答应了阿杰的求婚，两人开始筹备在台湾注册结婚的事宜。回到大陆后，小雨先是和父母视频，告诉他们自己在台湾交了男朋友，对方条件很好，人也很靠谱。虽然父母一开始有些意外，但听说阿杰家境不错，工作稳定，对小雨也很好，他们也就慢慢接受了。尤其是在视频见过阿杰几次后，小雨的爸妈对这个礼貌稳重的准女婿印象不错。其实我爸妈最担心的是我嫁到台湾后太远，他们见不到我。小雨告诉我，但阿杰承诺每年会带我回大陆至少2次，还会考虑以后把爸妈接到台湾住一段时间，这才让他们放心不少。关于自己的离婚史，小雨最终决定坦白告诉父母。出乎他意料的是，父母的反应比想象中要平静得多。女儿，你都30多了，我们只关心你过得好不好，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小雨的妈妈温和地说，只要你现在找到真心对你好的人，我们就放心了。原来父母的爱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要宽广得多。小雨这才明白，自己一直以来的顾虑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心理障碍。就这样，在认识半年后，小雨和阿杰在台北登记结婚了。因为疫情后两岸关系逐渐改善，两岸婚姻的手续也比以前简单不少。婚后，小雨先是回到大陆处理工作交接，然后准备正式移居台湾。在此期间，我再次见到了小雨，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加自信和放松了，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丽姐，我特意来向你道谢，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阿杰。小雨真诚地对我说。客气啥，我是红娘嘛，就是要让有缘人相聚。不过说真的，你能遇到阿杰这样的好男人，确实是缘分到了。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在台湾生活还习惯吗？小雨点点头，比想象中适应得快。台湾的生活节奏确实比上海慢一些，刚开始我还不太习惯，但现在反而享受这种悠闲。而且台湾的人情味真的很浓厚，邻居们都很热情，经常会送些自家种的水果或者做的点心给我们。那工作呢？听说台湾的薪资水平比不上大陆一线城市，我好奇地问。确实没有我在上海的收入高。小雨坦言，但台湾的生活成本也相对低一些，而且生活质量很好，环境优美，食物安全，医疗保障也完善。我现在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做顾问，虽然薪水减少了大概30%，但工作压力小多了。周末双休雷打不动，加班也很少。最重要的是，我和阿杰在一起很幸福，这是金钱买不来的。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替他高兴。有时候，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真心相爱的人。对了，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我问。我们打算明年春天在台北办一场，然后夏天再到上海办一场。到时候一定请丽姐你来喝喜酒。小雨笑着说。我心里美滋滋的，又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做红娘的就是有成就感。不过，小雨和阿杰的故事也让我思考良多。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确实给跨海相亲带来了不少挑战。首先是对婚史的态度，在大陆，特别是在相亲市场，离过婚的女性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歧视，甚至被贴上二手货、有问题这样的标签。而在台湾，离婚被视为一种普通的生活选择，社会的包容度要高得多。其次是对物质条件的看法。大陆相亲中，房车存款几乎是标配，男方没有房子很难在一线城市找到对象。而台湾虽然房价也高，但年轻人普遍接受租房生活，结婚也不一定要立刻买房。阿杰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那是工作多年后才买的，并不是依靠父母。再次是家庭观念，大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许多男性潜意识里希望女方婚后能多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而台湾的两性关系相对平等，家务分工更加合理，男性参与家务和育儿也很正常。最后是生活节奏和价值观，大陆一线城市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方式，让很多人不自觉地把成功定义为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台湾社会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内心满足，小确幸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些差异既是挑战，也是吸引力。正如小雨所经历的，有时候跨越地域的相亲，反而能让人遇到更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在我多年的红娘经验中，我发现成功的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点，彼此尊重，相互理解。无论是两岸婚姻还是同一地区的婚姻，只要双方能够真诚沟通，包容对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就有可能走向幸福的未来。小雨和阿杰的故事还在继续。半年后，我收到了他们的婚礼邀请函。邀请函上是两人在台北阳明山的合影，背景是盛开的樱花，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婚礼如期举行，先是在台北举办了一场西式婚礼，阿杰的亲友们都来祝贺，然后又在上海办了一场中式婚宴，小雨的亲友齐聚一堂。两场婚礼风格迥异，却都充满了真诚的祝福。婚礼上，阿杰特意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发表了感言，感谢小雨给了我成为更好的人的机会。我们的相遇虽然有些波折，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我相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爱情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尊重、理解和包容。小雨也动情地说，感谢阿杰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了我接纳和理解。是他让我明白，真正的爱不是要求对方完美无缺，而是接受对方的全部，包括过去的伤痛和错误。听着他们的誓言，我的眼眶湿润了。作为一名红娘，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见证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小雨和阿杰的故事，更是让我见证了爱情如何跨越地域和文化的鸿沟，让两个人找到彼此的灵魂伴侣。如今，小雨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
他在脸书上经常分享自己的台湾生活点滴，和阿杰一起爬阳明山，到夜市吃小吃，参加当地的庙会活动。他还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为想去台湾发展的大陆女性提供咨询服务。而阿杰也开始学习普通话，计划以后能和小雨的父母更好的交流。有一次，小雨发给我一张他们在花莲的合影，配文是：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最美的时光遇见最好的你。两岸之间不只有海峡，还有我们的爱情。看到这样的幸福，我这个红娘也倍感欣慰。每一次成功的牵线搭桥，都让我相信爱情的力量。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无论有怎样的过去，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真诚的爱和美好的未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在寻找另一半，请记得保持真诚和开放的心态。不要因为过去的伤痛而隐藏自己，也不要因为文化差异而畏缩不前。真正的缘分往往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好啦，今天的相亲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请记得点赞关注我的账号，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和干货分享。我是丽姐，我们下期见。